嗨，大家好，我是 George， 欢迎你收听芭蕾外男孩。今天我们有幸请到目前在英国 Rambert School 兰伯特舞蹈学院的学生杨志远来到芭蕾外男孩的 Podcast。Hello， 大家好，我是杨志远。Hello George。志远，我今天想要找你来的主要目的是想要请你分享一下，就是因为你这一周才刚参加完韩国知名的甄选平台 Asia Dance Audition 的模拟考，对不对？是的。那我在这边先跟听众说一下，因为我大概是在1个多月前的时候，我收到 Asia Dance Audition 官方的 email， 就是说他们有一个活动想要来请我推广，然后提供给 Project Sauté 的粉丝们4个免费的名额，免费来参加这个活动。那我其实读完资料，我就觉得，这个活动还不错，而且蛮贵的。是的，就是假如你真的要付钱的话，所以我就想说，那一定要提供给我们的粉丝啊，对啊。所以，那我想要问你，就是你在这个模拟考前，你知道 Asia Dance Audition 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吗？我知道，其实我已经 follow 这个主办这个 Asia Dance Audition 的这个是叫做 一个什么 Dance Planner 之类的，它就是一个 Dance agent Planner， 对。然后呢，他之前应该是这2-3年，他们就陆陆续续有很多这种Asia Audition 啊，就是他们把一些大的舞团，然后就是请去韩国，然后他们去办一个全部一起的考试。所以我其实很早以前就有注意到这个组织了。我觉得好像是 Mock Audition 这个是今年新的，对，今年新的，对，就是全新的。然后我一开始看到的时候，其实我也很心动，因为我去年就是他们推出这个 Asia Audition， 去年的时候我就在犹豫要不要参加，但我最后还是没有参加。为什么？因为就是考虑到金钱啊，然后加上我人其实在英国，然后我有询问学校老师嘛，他就说其实你这个明年再参加，如果你真的没有工作的话，你再去参加也不迟，就是你再直接从台湾飞到韩国，这样也比就是我在这边然后要飞去韩国再好一点。他们就是这样建议的。我想要补充一下，就是假如不认识 Asia Dance Audition 的听众， Asia Dance Audition 是一个平台，一个组织，然后它有点像西班牙的 Grand Audition。 对，所以就是把所有的很多舞团的艺术总监请过来一个地方，然后就很像比赛的方式，但也不是比赛，就是一个很大的甄选。对，其实就用一个机会可以让很多艺术总监看到你。对，这其实真的是一个蛮懒的，其实就是一个很省时间，然后又是对舞者来说是一个蛮便利的方式，就是你不用就一直去 travel， 就是不用一个舞团去考，就是他们就只要去到一个地方，然后你就可以被这么多个directors 看到，所以这其实是一个蛮便利的方法。那你刚刚提到说你之前就看过这个消息。对，然后呢，加上这次他们应该是差不多2月底2月初的时候就有推出这个 Mock Audition 的消息，我就蛮心动的，但我也是在犹豫说我到底要不要参加呢，就跟去年是面对一样的情况。对，结果真的这么幸运，我就看到 Project Sauté 刚好有这4个名额释出，我就当然是手刀，我是第一个冲去底下留言的人。我有看到我真的是手刀马上冲去留言，留一长篇，而且我是用英文的，我想说毕竟我们要 international 一点，然后我就想说写给谁看啊？我就是想说反正就是这样，可能就是有增加一点，就是说有点竞争力的感觉。然后呢，对，而且我觉得我也没有写的太通俗，我记得我那时候写的原因就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嘛，所以我们现在的那种 digital impression 都很重要，就是你的 CV 长怎样，你的影片模式长怎样都是非常重要，因为这攸关到你能不能被邀请去，所以我就写了这个原因。然后呢，真的这么幸运，我就被抽到了，我就是那4个幸运儿。我跟你讲，是电脑抽的哦，真的超幸运的。你不要想说是你写的多好哦真的是上帝有听到我的声音，上帝有听到。好啦，那你可不可以带我们简单的讲一下，就是你整个 mock audition 的过程，就你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们官方跟你联系说给你这个名额，然后你要准备什么？好，
我这里有列一个，我就有小做一些笔记啦。哎呦，就是我有这么认真。我有列出一个时间轴来的。我们差不多是2月底3月初的时候就被选到嘛，就是抽奖抽出来是我们，然后呢，他们就马上一隔天就马上联络我们，就说啊，我们要确定你们要参加，不然我们会把名额就是给别人。然后我就说好，我确定了，我要参加，我就 commit。然后呢，他差不多3月4号的时候有请我们就是教我们的一整个芭蕾课的影片，就是包含把杆 plie 到 grand battement， 然后中间的组合就是 adage 到 grand allegro 之类的，就是我们要把一整个芭蕾课的影片都教过去。就是还要补充一点，就是他们这个有分2组，一个是 contemporary， 一个是芭蕾，所以就是我个人是选择参加现代舞组的，所以但是即便我参加现代舞组，我还是需要教我的芭蕾课的影片，因为很重要，非常重要，就是你还是需要有芭蕾的 technique， 就是现在很多现代舞团都是蛮重视的，然后再加上你一个现代舞的 solo。还有一点就是让我蛮震惊的是什么？就是去考现代舞团，然后我竟然还要教我的 arabesque 的照片跟我阿拉斯贡的照片。我已经 N 年没有拍这种照片，所以我就觉得，不然你以为要什么在地上滚的照片还是没有？它还有一种是，它就是说2张照片是必要的嘛，还有你的 headshot，这一定的。他可能是看你身体条件吧，对不对？对对对，有一点。然后还有说另外一张是 freestyle 自由发挥，然后我就是那你给什么？我就是放一张，就是只穿一个白色小短裤，然后大4位，然后大折腰的照片，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要耍一点小心机。我感觉看过那张照片呢。有，你有看过？一定有。我有 po 过。对，所以我就是用这张照片，就可能增加，因为我就觉得说我 RSC 那些可能不是这么的吃香，所以我就加了一点小心机。然后呢，好。回到我们的时间轴，好，就是我们教完那个影片之后，他就是跟我们说，因为总共有5个舞团，有以色列的舞团，然后有德国的舞团，然后呢，他们就会给我们各个舞团的 assignments， 就是我们要学他们的 repertoire， 然后有一个舞团我记得是要即兴的影片，他就是会有给我们一些指令，就是说，例如说，需要我们用到整个 space 啊，就是他们要看到我们场地的运用。然后他还想要看到就是在结尾的时候会有一个小的跳跟一个比较大的跳，然后再接到比较 flow work 的动作，就是要滚到地板啊，滚一圈什么之类的。就是这个指令其实我觉得蛮特别的。然后其他 repertoire 就是你要学嘛，然后你再录，就是这样子。就要录回去给他们，就你学完。对对对，然后学完之后我们就会分，不是就是没有把所有的影片集结在一起，就是分了5个舞团嘛，就5个 links 这样子，然后他们再分别传给各个舞团看。然后对，然后我们那个时候到3月26号，差不多3月底的时候，就是那个时候就是影片的截止，所以他们其实给我们蛮长的时间，就是准备从3月初到3月底这样子，时间其实蛮足的。就是如果你在台湾的一定就是在台湾的朋友一定非常足，就是因为我们的疫情控制的非常好，所以我们可以非常使用教室都很顺利。对啊，然后我们差不多到4月5号的时候，就是我们就开始分组了嘛，就 ABCDE， 我是第1组。然后呢，我们就有各个舞团的 interview 的时间，然后每个舞团是半个小时这样子。然后他们就安排的非常好就是他们真的是半个小时之后，好，那个 meeting 的那个 host 就会说，好，那个不好意思，我们这边需要结束了，然后我们再10分钟的休息。哇，这么紧凑啊！非常紧凑。然后我记得我那一天是星期6，然后我是早上7点我就起床，然后做这个 interview， 所以是当时候真的是因为有时差，因为是有时差，因为在英国，没错。然后7点太早了吧？7点真的是需要，而且昨天也不是说，就是前一天我也是就是要准备嘛，就临时抱佛脚一点这样讲不太好。不过就是前一天有小小准备，然后呢，所以隔天一起来就是马上直接跟舞团面试，直接硬着头皮来。那你应征的时候，你跟那些舞团面试的时候，旁边那些视窗是有人的吗？还是只有你跟团长？没有，是我们那一组大概是5个人，然后是每个人你都看得到彼此，这样多尴尬啊！所以你就知道那个同才的那个 peer pressure，就整个就是
直接在你身边就是一股寒意。然后但是但他们是哪国人？都是韩国人吗？还是还有别的 international 的？我觉得应该都是韩国人居多，因为毕竟这个组织是在韩国的嘛，所以他们可能在韩国比较有知名度。对，他们基本上沟通都是韩文，就是例如说一开始就是那个 meeting host 走出来的时候，就是他们的那个组织的那里面的人嘛，就说啊，我们现在大约什么时候开始，在几分钟，然后休息几分钟这样子。他们基本上都是韩文沟通，所以我一个人就是那你怎么听得懂？什么情况？他们还好，他们就是最后才会用英文再帮我翻译一次。所以视窗的里面还有一个翻译官。对，他有点像是担任操控整个 meeting， 加上他是偶尔会协助翻译这样子。那很专业，非常专业。他的那个荧幕是关起来的，但他稍微听到说这个就是他们的某一个参赛者无法沟通，他就马上跳出来就开始韩文帮他翻译，所以其实就是蛮贴心的，都在旁边监听这样子。对，马上一有问题马上出来。那听起来是一个很有效率的一个活动。其实真的就他们行程安排的非常紧凑，我觉得可以安排到这样真的不简单，因为他们真的是一组接着一组。那你们这样弄了几天呢？我们那时候早上7点开始到10点半就结束了，所以一天你从7点到10点半，你就已经跟5个舞团都 interview 过，所以其实就是这么哇塞，真的就是冰冰冰冰。所以其实就是用一天的时间，然后就这个活动就结束 ，mock audition 模拟考就结束了。对，没错。我还以为你们 hold 了好几天嘞。没有，就是他们就是一天快速战速决，真的就是一天一个半小时结束。所以那他们审查你的那些影片，那些都是已经是他们前面要做的功课了。对，都是他们前面，所以就是因为其实蛮不错的，就是我们各个舞团就是一个连接给他们嘛，就是我们有5个 repertoire， 然后就是5个连接给那个舞团，所以你就在 YouTube 上面就可以看到说这5个舞团是真的都有去看过这些影片的，因为就可以看到浏览次数。对，所以他们就是真的是有看过，差不多都有2-3次以上，所以你就代表他们就是可能不是唬烂，因为毕竟说这个活动，我觉得还有一个非常好的地方就是。他们之后会给我们 feedback， 他们 feedback 上面就会讲说你的芭蕾课大概会占几分，就是非常明确的一个 feedback， 然后会讲说比如说你在舞团在一个 audition 里面你会被录取的几率有多少，可能是1、2、3，就是3可能是最高的，然后他就会，但我现在还没收到，我目前只是看到一小部分，对，所以我还蛮期待的。可是他给你 feedback， 可是他也是真的舞团的团长，对，那你不会希望他就是直接给你合约吗？为什么？你觉得 feedback 为什么那么重要？我觉得应该是说，因为现在其实老实来讲，我算是一个参加 audition 的新手吧，我算是菜鸟，因为我现在大学准备要毕业，所以我从去年9月才开始认真的 audition，所以我就是很想要听到说这些团长对我的真实的评价。假设说我去投一个舞团，他们可能连我的影片都没有看，然后如果就直接把我刷掉了，然后我再写信，我可能会写回信说请问你可不可以给我一些 feedback， 他们也不会回。对，所以我就觉得听到有这个机会，而且加上我们跟这些舞团都是有面试过的，所以他们可能会对我们的状况更清楚。对，更清楚我们的状况。然后我这边可以小补充一下我们的 interview 的状况。好，就是呢，我们是用全英文沟通的嘛。然后有一些小插曲。怎么了？因为其实英文其实真的是很重要，因为大家都知道嘛，就是我们如果在国外舞团工作的话，像 George 因为 George 也是在英国，所以你一定是用英文沟通。对。然后就是大家都必须多少要会一点英文。然后但是像我其他同组的一些参赛者，其他的韩国人吗？其他的，对，我记得他们另外都是韩国人，对，我们这组刚好都是。然后就有1-2个人是就是沟通上面真的就是零基础。对，你就看到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紧张，他们真的是已经有点在 panic 的感觉。就是你看他们非常焦虑，就是他们很想讲，但是他们又而且加上对，加上那个你就看到那个 director 的脸，然后又是我们其他选手的脸，所以你就会非常的紧张啊。对啊，你就觉得说可是
加上我看着他，我也为他紧张，因为就是会有一点尴尬，所以真的是哦。还有一点就是他跟我们讲这个 schedule 的时候，他们有把每个舞团想要问的问题都先列出来了，给你先思考。其实我们是有时间准备的，所以真的要小小准备一下。那你讲的怎么样？你觉得？我个人是觉得我讲的还不错。哎呦，对，因为那时候就真的是就是肾上腺素就是一来，然后加上滔滔不绝，语文能力爆棚，就是真的是滔滔不绝，聊起来了，跟艺术总监真的聊起来。然后他还跟我说，差不多我们这边要结束了，就是那个 host， 对，他就说 enough， 他说 enough 了，对，他说 yeah，we've heard enough， 对，反正就是对啊，反正就是英文要很重要啦，英文真的重要，偏重要，对啊，其实考团很多 interview， 假如你讲不好，可能机会就没了。对，他们一些问题就是说，就是问一些很 cringy 的问题，就是说像什么你为什么喜欢跳舞啊之类这种问题。cringe，这种问题就是，比如说我们在台湾好了，没有很少人会被你问到这个问题吧？就是你很少会被问到这个问题。对啊，就是所以为什么喜欢跳舞？为什么喜欢跳舞？可能就会讲说，我可能那时候就讲说，我就觉得这是我生活的一部分，然后我就是之类的，你就要开始掰嘛。但是你掰，你要想说怎么样掰的跟人家不一样。对，你懂我意思？我懂。对，在国外很常遇到这种问题，就是对你为什么你喜欢跳舞？跳舞是什么？你就会突然就说我跳舞从小跳到大，我从来没想过这个问题，我到底为什么跳？你的头脑就会开始深入到一个这种意识，就是那种怎么讲，就是一个空间，就是觉得说我到底该怎么办，我就开始慌张。但其实就是真的要，就是如果你有时间开始先准备这些问题的话，你可以开始先思考，你到时候就不会你知道太过于不知所措。对，真的。对啊，哇，这个 interview 的插曲真的是，对，真的是。然后加上这边可以，因为我原本预计就是说我可能最后一个 interview 我参加不到，因为我就是要赶去我有一个 project 在那一天的时候，刚好就是有点就是时间有差到，就是怎么讲 overlap。然后呢，所以但是因为我们一开始是三个 interview 之后，我们有一个小时的 break， 然后我就跟他讲说，我就跟那个 meeting host 讲说我可能没办法参加，我真的很不好意思。他就说真的吗？ That's such a shame because 他就说因为最后那个舞团有跟他们讲说蛮喜欢我的。我当下听到我的时候，我就想说好吧，没办法，我一定要参加。所以最后我还是参加了，我就硬着头皮，然后去跟我的那个 project 的那个 director， 我就跟他说我真的很不好意思，我有这个 interview， 我真的很想参加。他就说还好，我也是很幸运的，最后真的有参加到。你的 project manager 应该是人很 nice， 非常 nice， 真的是很 nice， 因为我真的是到现在还是非常感谢他，真的是感谢他。对啊。那你跟他聊天，然后有感觉到他很喜欢你吗？还是就是因为那个 meeting host 跟我这样讲了嘛，所以我就是当下就是这样要更注意自己的更注意自己言行举止，没错，跟要怎么样说话，要怎么样就言行举止啦。那时候也就是非常谨慎的吧，然后又加上你也不想让人家觉得说你太拘谨，对，所以就是各方面都要好好顾虑到。然后但好险就是他好像我们回答每个问题就有3个问题他都蛮喜欢的，就是他也都我们就蛮有共鸣的啦，所以希望好啦，祝你好运，希望咯，对啊，祝我好运。好，那今天就谢谢志远的分享，那我们在这边也谢谢 Asia Dance Audition 这个平台给我们 Project Sauté 4个名额，因为其实跟大家透露他们一个人的参加费用是台币1万块，所以叹气什么？叹气什么？我就是一个吸气，就是的那种惊讶感。惊讶感 ，OK， 对，因为你要想他们这么多个团长，然后花时间来做这件事情，这时间成本真的是还有人力，对啊，而且还有翻译，对，没错。对啊，他们这平台非常好，就是你可以用中文，可以用英文跟韩文跟他们联络，多方便，这是多方便。那对这一次的这样活动，1到10，你会打几分？10是最满意的。
我会给9分，这1分是进步空间嘛，就是9分，就是非常高分，很会讲话，很会讲话，对，高分通过。好哦，好了，那就先这样啦，谢谢你，谢谢你来跟我们分享，谢谢 George，谢谢大家。